整个澳洲的病例大概是6400多例，然后死亡人数已经64人了。现在政府的规定是，除非你要做必要的民生购物，或是看医生，或是你的工作需求，你才可以出门。其他非必要的时刻，你是不能出门的。很多公司都无预警的开始放无薪假或是裁员。我的很多朋友们，他全部都没有了工作，像是那些零售服务业，他们是被禁止开门的。然后如果是餐饮业，餐厅只能做外带。虽然总理昨天说，澳洲的这种失业率大概20% 左右，但还是占了蛮大多数人的生计，所以他们很多人的经济开始出现困难。他们也有发布一些法律或是鼓励房东与房客去周旋租金的部分。从3月中后开始的，澳洲政府依照 WHO 的指示，慢慢的增加社交距离。澳洲政府也发了新的规定，今年的婚礼呢，最多只能5个人参加，这里面还包括新郎、新娘跟证婚人。如果是丧礼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像非洲的棺材舞这么热闹了，他们最多只能10个人参加。我在养老院工作，所以我还是可以出门去工作，但是我工作的地方是不准我戴口罩的。他们现在做的措施就是，每个进来的不管是工作人员或是访客，你都要先量体温，他会问你有没有感冒发烧的症状。如果你都是正常的，你没有在14天内去过海外，你才可以进去。从今天开始，他们要实施关闭整个养老院，就是不开放给任何的访客，因为有一些养老院开始有出现感染的情况，然后里面都是很多的老人住户，这个疾病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们现在可能会更严格的控管。但是我觉得戴口罩这个地方就当然会有点担心，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就是其他的不管是访客、工作人员去过哪里。我有问过他们为什么，他们基本上是遵照澳洲卫生局的规定，澳洲卫生局就是遵照WHO， 就是他们并不鼓励没有生病的人戴口罩。在澳洲的社会上，一开始他们是很反对戴口罩这件事，甚至他们有点歧视戴口罩的人。我知道戴口罩出去都会得到异样的眼光，甚至有些人会被攻击。但是现在开始有一些人可能他们看到有戴口罩的国家的防疫能力是高于没有戴口罩的国家，所以他们开始有两边的声音，就是有一些澳洲人开始自己制作口罩，然后自己戴口罩出门，然后有一派还是觉得他们就是生病了才需要戴口罩是没有用的。在海外生活久了，歧视的问题多多少少都有，但因为这个病毒的关系，最近开始有点变严重。像我住的小镇，前几周就有一个韩国女生被当作中国人被澳洲人攻击，他们打她的时候一直吼着滚回你的国家去。然后陆陆续续之后也有出现其他华人脸孔被澳洲人攻击的新闻。现在尽量可以不出门就不出门。以上就是目前到4月15号的更新。Butterfly